好，大家好啊！这个周三再给大家加更一期。其实我们想看到的就是现在这个市场是比较混乱的，我们想多给大家更新几期。尤其是我想说一些非常高风险的事儿，然后呢，我的观察，我想跟大家分享。如果你看到的话呢，今天后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干货分享给大家。那就是缘分啊。那么今天主要想讲的是什么？就是我们现在市场有点恐慌盘出现，注意不是出现，是出刚发生的这种恐慌盘出现。那么在技术上呢，其实是临近了一个底部。那么我们在这个地方该如何去操作判断？那么上次我们所分享的就是一个叫做看空做多的这么一个策略。那么在现在是否有效？那宏观上有什么变化？那么我们所说的这个技术上又该如何分析？那么上礼拜也就是上次也就是礼拜一，我们在这里的一个买点其实是止损了。那么我们后面该如何去判断？那么今天呢，我会跟大家具体的进行一个分析。好，那么跟我一起进入今天的视频。好，那么如果你要觉得我的视频对您的帮助有一点点帮助，或我们的分析是客观理性的，那么对你的交易上有那么一点点提供了一些帮助和一些想法，请大家别忘了不要吝啬给我们点个赞，支持我们呢继续把这些视频做下去。好，那么上礼拜呢，我们说大家分享的就是一个买点啊，一个买点在礼拜一的一个买点。那礼拜一的买点是什么呢？礼拜一的买点我们可以看到的是，这里面形成了一个小的底部之后的一个突破，但是礼拜二的时候，这个位置上就很快出现了一个卖压，而且在这个地方大家可以看，我们稍微扩大点，其实你5分钟上就可以看得更清晰了。那么我们在早盘的时候，其实我在早盘的时候我在看这个形势不好。那么在这个地方就不断的减仓卖出，那基本上我们是这个位置买入的这些仓位，那么都是它的利润就被吃掉了啊，利润就被吃掉了。所以我们在这一波技术上的一个看多的一个机会其实是失败的，所以这个地方就没有继续再做。那么后面的话，我们就继续耐心的等它一个下降的这样一个趋势，再等下面一个走势那么我们回到一个什么呢？我们来回到日线上去看一看，那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好，那我们来到日线上的话，我们上次讲到的就是日线上卖出之后，我们这里有一个什么？有一个就是盘整区，那么这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支撑。那么我们的一个观察点其实就在 SPI 的一个4400左右。那么4400的今天是一个光脚阴，也就来到了我周一讲的这个非常重要的位置，那么就是4400。那么今天来到4400的话，我们不要着急，你不要在这里着急进。而是什么呢？而是你就是等待，比如说我们看到 SPX 的话，我们等待一个30分钟的一个类似于一个结构出来。那因为什么？30分钟在这个位置上是一个快速的一个发散，那么你在这个发散的过程中，需要耐心的等它后面的一个走势。我知道很多朋友呢去等这个4380，就差不多上次的这个底还有呢去等它下面的，比如说4340这个位置。我们不去看所谓的点位，而是在这个位置上感受它的走势。那么我们说，如果这个盘整的时间，就是下跌的时间其实是挺长的，如果它是弱势的一个下跌，那么我们说是一个缓慢下跌的话，那么就有2种可能，一种可能就是在这个位置上它就是一个反弹的一个机会，因为这里就差不多了，走的就差不多了，因为它时间上是够了。那么还有一种呢，就是到最后的话，它又出现真正的底部是好事。那么什么呢？就是在这个位置上出现一个快速的一个下杀，出现一个恐慌盘。那么这个位置上要不然是底部，那如果我这里我的判断，我认为这附近就应该出现一个类似于第一波的上涨的这么一个底部了。那么如果我判断错的话，那大家知道，那么后面很可能会错的非常离谱。为什么呢？就是这个地方如果没有形成底部向上，那么它向下的话，有可能会杀得非常狠。那这是我们的一个判断，或者说这是我的一个判断。那我们回到我所判断的话，我们看到 VIX 的这个走势，我们上次讲到了，这是一个回抽之后的向上震荡向上攻。那在什么位置上？我认为是这个位置上是 VIX 的一个有可能来到点。那么这一次它的目标位，我们应该看到的是大约在18到19之间。而且18是19之间，那么差不多18到19之间呢，现在这个位置上 VIX 也就是恐慌指数的涨幅还不是非常的大。但是今天我们如何去看这个还没更新，应该还没给昨天的。那么今天16号的向下，我们不管是 NAMO NYMO， 它整体上我们看到市场应该今天下的更多了。那么今天的话，我们可以看到整体上市场的深度在这段时间是出现了非常大的这么一个回调非常大的回调，所以我们不需要特别着急的去抄底，而是去耐心的观察，如果在第一波反弹的过程中，
我的 bias 也是我上次给大家分享的预言报，就是现在传产的估值是相对还合理的，而我们科技的估值是比较差的，所以说这个过程中，我们在这个位置上，在短期内是很可能会出现一个底部啊，很可能出现一个底部，但是你要耐心的等待，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在看我们这里面的一个走势，那么在短期内的话，我们已经看到了一些买入的这么一个可能啊，买入的这么一个可能，4小时这里已经有买入的可能了，所以继续耐心的等待。它确认的这么一个反转的这么一个过程啊，这是我们对于大盘的这么一个判断。好，我今天要想说的什么呢？我今天想说的就是特斯拉这只股票的走势。然后我呢特别能理解，就是我们身边做特斯拉的朋友特别多啊。然后呢，我们再继续更新一下我们特斯拉的连续剧啊。特斯拉这个连续剧，我们从这个大家看是做空，然后到这儿250没有，是251这个地方我出了以后换成了一个双开。那么现在的话呢，这个地方又继续的走出它的这么一个趋势。如果你是继续空的话，这个位置没有继续空了。如果我要继续空的话，我可能会把这个止损，或者说我的这个下面一个就是止盈点换到234。那么现在的话，大家看从将近300块钱，但是这个高点299.5毛4已经到了220多，也就是说这个段时间跌了将近多少呢？将近这个80块钱。那么相对来说，这是20-30%的这么一个跌幅了。那如果你比如说300，你要跌到200的话呢，就是33%，对吧？那么你这个地方你跌20%的话，就跌60块钱，240，其实已经超过20%的一个回调。那么这个走势的话，我知道就是拥有特斯拉的朋友非常的多啊。然后呢，大家老想去问什么地方去抄底，但反而想跟大家分享的内容是。跟抄底的一个想法正好是相反的。首先我们来看一下，就是说大家特别喜欢抄底的几个股票，比如说我们来看这个特斯拉的话，那么现在从它这个下跌来说，那么我们可以看到的话，那么现在的整个没有爆量没有爆量的话，我们从第一个角度就是技术分析，从量价时空的角度上来说，特斯拉在这个位置上没有爆量。没有爆量的话就会怎么样呢？没有爆量的话，这里就会有一个小的问题，就是今天这根线才开始有量了，那么就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的恐慌盘还是不太够而且从这个我们的这个筹码分布上来说，整个这个下跌的过程中，大部分持仓的人你去问一下身边的人，大部分持仓的人都选择在这里硬扛选择的是硬扛，而没有选择这个真的止损出去。那么我们可以看到的是，就是如果你这个紫色带的一个支撑下去之后，我们下面就是在212左右的这样的一个我们说这样的一个新的这个支撑了。那么这就是我们说特斯拉为什么继续下降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大部分人持有仓位的人，他仍然选择是吸售，就是不卖就是你不管跌多少我就死扛。死扛是可以的，但是你真的扛得住吗？这就不知道了。那么最后就会又像上几轮一样，它最后是逼你出货或者逼你出手。这是特斯拉这个地方的话，我们说在这个位置上，像上次我们这里连续出 short 就是高风险，然后加上这个 high risk 也是高风险，那么这个就是一个高压区了。那么我们在看特斯拉的时候，我跟大家特别要分享一个注意的点，就是我们回到特斯拉的一个期权指标上来看，就是特斯拉这一轮下跌的过程中，大家可以看到我们为什么作为双开呢？因为我们做了一个，就是在横盘很久的时候，往往会有新的趋势，不管是上涨还是下跌，往往会有新的趋势。而特斯拉一个特点就是容易涨其实容易涨，但是这个地方选择如果是下跌的话，大家可以看你的这个期权的价格在这个位置上仍然是特别的低。我把我的脑袋换到那边去大家看到这个地方仍然是非常低的一个期权的价格。那么期权的价格在这个位置上非常低，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的期权定价还没有是非常高，或者说没有非常的恐慌。而我们的整个的 IV 就是 implied volatility 和它的实际的波动，它们之间现在出现的是不太匹配的，所以期权价格上不去期权上不去是为什么呢？为什么呢？我跟大家讲一个特别简单的，就是说我们很多朋友特别喜欢就是卖 put， 也就是在这个位置上，你在卖 put 的时候，你一定要特别小心。其实呢，我正在给大家写卖 put 的这个课件的时候，我就是感慨万千感慨什么呢？就是我可以今天我不认为我是一个好的生意人了，但是我就是说想给这个分享到，就是对于卖 put 的这么一个策略。
那么很多朋友其实不是特别了解卖 put 的风险，所以我称之为美杜莎之吻，或者说甜蜜的策略，就是在牛市过程中，或者说在市场非常强力的过程中，卖 put 并不差，而且是非常好的一个这个指标。我可以大家到时候再找一个回测看，那么就是比如说 QQQ 卖 put， 它这个收益率是完全不差于买 call 的，甚至于 buy and hold 都非常不错。也就是说，在牛市的时候是一个卖 put 非常好的一个策略。但是我们很多朋友特别喜欢是在那种下跌的行情中去卖 put 啊。当时我在这个位置上下的时候210或者什么的时候，大家就会觉得不可能，怎么可能会有210这样的价格？可今天就已经来到220了，其实就差10块钱就到210了。那么这个特斯拉向下的时候，它会一个缓慢下跌，这个时候你就非常难出货。那么这个时候很多人会进去是个卖 put 的。那你如果是一个非常喜欢卖 put 的人，我们这个时候要讲美杜莎之吻。美杜莎之吻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在一个强烈下跌趋势中，卖 put 应该是一个诱惑非常大，大家会觉得啊，这个权利金会多，而且呢，你会白拿所谓的带引号白拿所谓的一个权利金。那么你要小心的是什么？是看起来非常好的一个交易，有可能是带来非常大的一个风险。因为首先呢，我们可以看到，如果你在这里，比如说假设你就在这个240、250卖了一个 put， 没有任何问题。但是你要知道，有时候卖 put， 如果是卖价外 put 的时候，你的这个权利金会比你直接买股票的所用的这个 margin， 也就是需要的这个保证金要低。那么你真正被套住的时候我们看到在市场上它的这个期权定价，也就是 IV 在向上的这么一个过程中，大家看 IV 是向上的过程中，你的期权价格应该是变贵的，也就是我们这里其实是利多买期权策略了啊。那这个时候你作为卖方的话，你这个时候可能权利金它会反而这个时候的 put 会变贵。那么这个时候时间上的磨损和 Vega 等于说3个字母中有2个可能跟你不利，比如说 Delta 你这儿做反了，那么这时候 Vega 对你也不利。那么其实这里是期权的膨胀的一个过程。那么这个时候你可能会想，那大不了我就接股嘛，就耗时间接股。那么耗时间接股有一个小的问题大家要注意，就是说当你耗时间接股的过程中，你首先缺少了资金流动性。还有一点是过程中，当你耗时间接股的时候，你一定大家要注意的是，你的期权保证金一定是在你账户中，不要被形成 margin call。如果在下面过程中你一旦形成 margin call 的话，你会想想你这个时候你所带来整个账户的这么一个风险，很容易就要爆仓，而且非常难处理。那么有人说，那我卖一个 put spread 好不好？那我就是上面一个卖 put， 下面一个买 put， 大不了我买 put 摘了，我卖 put 接股嘛，对吧？也可以这么想。但是大家想，向下的过程中，一旦2个期权都在膨胀的过程中，你其实很难拆这个腿的，因为他们俩可能你那个买的，其实你那个卖的和买的其实都在膨胀的过程中，你其实不是那么容易做的。这些你要问我怎么来的，这些都是我自己血和泪的，就是用真金白银亏出来的这种经验。那么在下降的过程中，大家注意，下降的过程中其实有一非常致命的点，就是什么呢？就是你用了一个买正股的钱去卖了一个 put， 那么这个不管你说margin 多少，那后面假设券商不给你调整这个保证金率，那么你所面对的也是像正股一样的风险，因为你可能比如说250或240的 put， 你这里就吃进去了。那么如果你在这个时候地方它真的反弹了，涨起来之后，你的权利金可能就那10几块20块，就这样，你反而也没有获得什么呢超过正股或者说靠的这么一个收益。所以说这里是一个什么有限收益和巨大风险的这么一个，所以就是你卖 put 一定要有一个意识，它有点像容易上瘾，而且一卖就容易卖多，这就是我们在风控把控的过程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可怕的地方。但是我们在讲期权的时候，如果我只讲期权卖 put， 讲理论没有任何问题，甚至我又可以给你一个流程或者 checklist， 可以真正在市场中操作的时候，特别容易被这美杜莎之吻亲这么一下，转身就变成大石头了，账户你可能就付出的可能是一个账户的这么一个代价。所以我在跟大家讲的是，对于特斯拉来说，特别多人想接股没有问题，或者说抄底没有问题，但一定要想到的是，套牢盘这么多，这个时候它即使是我们说套牢盘非常多，在这一段它有很多盘去接这个货，它要换手的情况下，它也要经历一个什么？大家注意，下跌的时候怎么也要经历一个什么 ABC 的过程？为什么？或者说哪怕在这么多盘资金进去放量往里吃它的时候，你在这个位置上也要形成一个类似于破线翻低。大家看这里其实是一个破线翻了一个回踩再向上，它要
把这个筹码置换下来，就上面卖出的和下面买入的置换回来才能拉。那现在的话，这里面套牢的非常多，你要再置换，它需要的是时间。所以说，我想跟大家讲的是，你一定要耐心。像特斯拉这种，你就不能太着急。那么另外一个相同的就是苹果。苹果是这样的话，很多朋友肯定还是说要抄底，为什么？因为它的价格已经回到了一个5月底啊，那么这时候大家 FOMO 嘛，就是特别 FOMO 那段，你都来到5月底了，那这个相当于我这 FOMO 这段不就是错过，就可以上次没上车，这次做空又着急没上车，那么这个地方要进去抄底了。你这里要特别小心的是，这个地方是一个非常强烈的一个破坏，你的这个下跌啊，要不然的话是这种缓速的，咱们说是缓速的下，要不然的话呢，我们这个下跌需要走出，你看像这种卖出之后，你怎么也要走一反弹再向下，你怎么样对它形成一个类似于完整的这么一个向下的这么一个结构，或者说市场出现了一个买入的这么一个信号。那么所以说你在这个位置上，像我这个地方不断出卖出，其实也不断被市场打。那么真的是真一下来之后，这个风险，这个地方所看到的风险，在这儿一个释放，就真的是快速的释放到这里。所以我苹果，你如果是真的，比如说咱抄底，也一定不要用太多的，咱们说的是这个保证，就是 margin， 因为你还要付利息嘛。所以我们就用手上现金你去做没有任何问题，但是你一定要注意，你就要有一个期待，它如果再向下的话，你可能会面对非常巨大的压力。所以我回到这里再跟大家讲美杜莎之吻，如果你在这个地方没有听我的，就是说我跟大家这么讲你也不听，那么最后你要通过市场对你的一个打击可能产生的这种经验或者说教训是非常有效的，而我讲可能反而没有太多利益。好，最后呢，我们再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刚才讲过很多次的，就是中国市场这连续不断的出现非常恶劣的数据和这个利空，而这个时候大家反而对中概股，就是说好多朋友说这个又被套住了，或者说是这个买的时候太早了。我跟大家上次讲了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就是说这个位置上呢一定会有大的震荡，是因为什么呢？炒中概股你要看到的是领导在哪儿，领导去开会了，那么这里形成了假突破之后，我们就要看，如果这个地方也支撑不了的话，你不排除后面还有非常强力的一个下杀。但是我说这段时间的今天的这个不好消息刺激下，算是相对强劲的。我会在这里面耐心的等待EDU 的一个买入机会。那么 EDU 的话，在这个位置上形成了一个突破之后，我们在这个位置上我是卖完，我是在突破这天这个位置上47左右买入，然后呢差不多在这个点上这个卖出52、53左右卖出。那么现在的话，它又来到了大约50附近，它这个地方其实是相对来说比较强势和耐打的。我们看它会不会形成，因为大家看30分钟。它是比这个地方其实已经是走出了一个我认为是比较充分的一个走势了，所以说我会耐心的等待这个位置上有没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买点，但我会看整体中概的一个回敛状况再来操作和决定，而不是说在这个地方去这个激进的这个操作。所以在中概这段时间，我相信大家每次跟大家就跟连续剧一样，也是每天在更新，就是怕大家什么呢？心态上出现一个问题，但是交易是自己的事儿，我发现就是也是很难改变大家自己的一些想法的。好，那我们课程的话是免费的或者说公开的，我更新的是卖方优势那么这一点大家别忘了去看，又更新了新的卖方优势。然后呢，每个付费的更新呢是这个回测的这个SPX 特斯拉铁鹰，然后如果有兴趣，大家付费的同学去看。然后下礼拜的话，我赶紧把这个美杜莎之吻和我们跟大家讲的就是 long call 的时候一些 checklist， 我把它写出来，然后呢再进行更新。然后后面呢我们还有其他的基础知识的更新，那么大家去关注一下。然后我会更新完之后，我会在视频里跟大家去讲解。那么实时的一些更新和我们的复盘会在的 Discord 里跟大家讲，那么有兴趣大家可以加入。那么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拜拜。